虽然你人可能不在美国，但川普上台之后呢，都可以让你随时失业，而且你失业的这个概率呢，毫不夸张的讲，将会是你难以想象的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次不是你公司内部决定了有多少人可以留下来的，而是整个美国决定了你那个地方有多少公司可以留下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可能会觉得啊，天掉下来也不一定会砸中我啊，所以你还是可能会觉得这些国际大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么你可能就要去接受这些什么失业啊、没钱啊、还不上房贷、车贷啊，对你来说呢，都将会只是一件小事情啊，因为我们将会迎接这几十年以来最恐怖的美国总统。大家好，我是邵医生。现在大部分的人看到的是这川普赢了大选，但是很少人会留意到，其实川普和那个共和党，无论是这个参议院还是说这个众议院，都拿到了绝大多数的席位。这代表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未来这4年呢，除非是他们党派自己内部有斗争，否则川普基本上呢，其实已经完全的掌控了这个美国了。所以川普他准备要做什么，就变成了市场上我们用来炒作赚钱的借口。比如说啊，他要扶持这个马斯克，那么我们在大选前说可以关注的 Tesla， 大选后的这几天呢，就暴涨了40%了。但是呢，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你会发现，美股5天里面就涌入了2万亿美元，好像全世界投资人呢都在抢着最后压住川普赢会利好的股票，但其实这些人压住的是其他地方将会过得很惨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川普上台的大部分要做的事情呢，都会引发这个通胀。那些很无聊的解释呢，我就不讲了。简单来说呢，比如说他要驱逐那些非法移民，那么底层的那些脏活啊、内活啊，就会没有人愿意干嘛。而美国本地的人的薪水呢是很高的哦，不信的话你去一下美国，你吃了饭呢，你都要给个 tips， 也就是小费的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些工作明明是可以用廉价劳工的，也就是让那些非法移民去做的。现在呢，你要把这些人都驱逐了，那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找本地的美国人。这个时候我做生意的成本呢，是不是就会瞬间的翻几倍？那么我卖的产品，我提供的服务呢，是不是也要去翻几倍的价格呢？不然我怎么去赚钱啊？我赚不到钱就要去倒闭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会引发通胀，也就是说，你去买东西呢，就会变得越来越贵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川普上台要做的第2件事情呢，就是让制造业回流到美国。也就是说，川普他要做的就是你全世界做生意的，就算你明知道在美国开工厂成本会很贵，但是你依然还是要来到我美国去开工厂，而且你还要去招聘我们本地的美国人。那么川普他要怎么去做成这件事呢？我先讲其中一个方法。其实呢，如果说我不是看到这个新闻，我都不会做这部影片的。就是最近传得很火的马斯克的 SpaceX， 他要求台湾的供应商要撤离台湾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于我来说呢，我一直对川普的印象就是他会制裁你内地和香港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自从他打了贸易战，这内地和香港的股市呢就暴跌了4年了。而你呢就可以随便的去搜一下新闻，尤其是这中国的，你就会找到一大把说这内地的失业率这几年都在飙升啊，而到现在呢还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我本来就以为他要搞呢，也只是搞这2个地方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我才意识到，川普已经不是4年之前那个政治素人的川普了。如果说他之前制裁内地，让美国赚了不少钱，那么4年后的今天呢，他要制裁的将会是全世界所有的地方。马斯克这件事情，如果说是真的，如果说起了带头作用，那后果会怎么样呢？如果说我是一个企业的老板，我家公司被要求要撤离走了，那么我会搬去哪里呢？很多人就会说啊，搬去这泰国和越南啊，因为那边的成本也会低一点啊。但是今天这泰国和越南可能也会出现在川普的制裁名单上啊。川普如果说不开心了，他也可以停止买我家越南做的东西，甚至说谁抢了他的生意，他就去弄谁啊。而如果说我还想要做美国的生意，以后呢，我还要去搬第2次，那这个成本呢就更高了。所以与其是这样呢，我还不如一次性的搬去美国啊。因为美国除了利率高了一点，薪水成本高了一点之外呢，他们对于这个制造业的补贴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呢还会越来越多的。那么如果今天我真正的成为了他们自己人呢，那我就不用担心接下来被弄了。而且现在呢，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快，
以后我的工厂也就不需要再招那么多的美国人了，慢慢的也就能够把这薪水的成本给省了。而今天如果说我把这个企业搬走了，那么我是不是就要把我一部分的员工裁掉呢？原本准备要去招聘的职位是不是也要去停呢？那这些人是不是就会失业了呢？然后他们就要去重新的找工作了。而今天我们走了，其他的公司呢也走了，整个社会上面的职位是不是就会变少了？那么你去找工作，竞争是不是就变大了？比如说原来整个市场呢是有100个职位的，然后刚好呢是有100个毕业生要去应聘的，这是不是刚刚好呢？而整个市场上的这100个职位，本来我公司呢是提供了20个的，但是现在因为我公司要搬走了，所以这100个职位是不是就会消失了20个？也就是说只剩下80个职位。而本来在我公司工作的这20个员工呢，现在是不是就要去重新找工作了？所以现在来应聘的是不是就要变成120个了？也就是说职位就从100个变成80个，应聘的从100个变成120个人了。原来呢是刚刚好的，100个职位给到100个毕业生，现在却会引发40人找不到工作。而川普他上台之前呢就讲过，台湾就拿走了美国几乎100%晶片的生意，所以台湾应该要为美国付费的。那么这一切还跟我们无关吗？如果说我们再让自己辛苦赚来的每一块钱就放在那边，不去提前布局投资，那么接下来被洗劫被惩罚的就将会是这些无辜人了。所以呢，我不是去打广告，但真的去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因为很多最新的影片你没有看到，后面你看到呢就太晚了。而如果说你怕自己今天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，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的，因为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。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意识到一点，川普能够全面性的拿下这场大选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了大部分的美国人呢都用自己手上的那一票推翻了民主党执政。那这不是废话，就等同于我们挑伴侣嘛。如果说你是那种很花心的见异思迁的，那么你在选女人的时候呢，你会选一个更漂亮条件更好的女朋友，对吧？又或者是你是忠诚的，你会继续的跟现在的女朋友走下去，对吧？但是现在你有新的不要，那现在的呢也不要，你却选择了重新找回前女友，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了美国人对拜登政府这4年是不满意的，不然为什么要去吃回头草，选一个曾经被干下来的前总统呢？也就是说，很多的外国人，包括你我呢，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美国的资产暴涨，美国的经济很好，但实际上美国人用自己的票来告诉我们，这4年他们过的呢，并不是我们看的那么好。所以很多人到现在都觉得川普还是一个商人，一直呢给他商人的这个标签。但是在我看来，他这4年被撤下台之后呢，他已经摇身一变，变成是一个政治精英了。这2个身份有什么不同呢？4年前的商人呢是为了赚钱，让国家赚钱，而4年后的统治者、政治家为的就是赚权，而权呢就是来自于选票，而选票就是来自于人民。也就是说，川普如果想要让整个家族一直统治美国，他现在要做好的就是去讨好选民，而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，也就是替美国的企业减税。那听到这里呢，可能你有的人觉得我讲错了，要去打土豪不是要去加税才对吗？为什么要去减税呢？各位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觉得富人需要你去减税吗？川普身上其中一个罪名是什么呢？就是他逃税啊。巴菲特也说过，他自己交的税呢比他的秘书还要少啊，对吧？所以减税是在讨好富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在逼迫富人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今天你去做生意，如果说你想要去减税 ，OK， 那么你就必须要把所有的收入，无论你是在美国赚的，还是在美国国外赚的，你全部都要拿出来缴税。所以呢，这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减税，但实际上呢，就等同于在加税。简单来说吧，比如说沃尔玛，它在全世界的15个避税的国家就开了78家分公司，而这78家分公司呢，就掌控了2400亿美金的资产。然后嘛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沃尔玛的财报，它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也就2500亿，也就是说2500亿美金的资产呢，有2400亿都在避税天堂。而且在这些避税天堂里面，
沃尔玛连一家超市、一个店面都没有的。也就是说，赚钱就在全世界去赚，但是交税的时候呢，就把资产转移到这个避税的天堂，而不是在美国啊。因为在美国交税要交接近一半的税，但是在避税天堂呢，就只需要交2%左右。那么现在这川普就告诉你，我可以给你减税，以前呢你要交一半嘛，那现在就给你降到1/4，甚至更少，好不好？但是你就要把你赚到的每一块美金呢，都搬回来美国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以前赚100块，我就交2块的税。现在你告诉我美国减税了，让我回来交税，但是你现在让我交的税呢，却是25块。所以这看似在减税，实际上呢是在加税。你从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已经放弃了商人的利，而选择了统治者的权。那么有些支持川普的商人呢，就只能听话回来交税。当然这里面川普可能也会给到他们一点补偿。但是现在你会发现，很多的美国富豪都已经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让其他地方的商人把他们的生意不断的搬到美国。所以说我希望是我多虑了，如果我是这川普，我就会让那些只要依赖美国，还要跟我们美国做生意的科技企业，未来你们至少要过来我们美国开一个工厂。如果说你不来的话，我就不去买你家的东西，甚至呢去制裁你，给你交税。10%不行呢，就20%，20%不够呢，就50%。这在历史上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每一个国家都派一个人质过来，对吧？秦始皇他爸呢也当过人质了。那么当这个企业明知道成本高，都还是要到美国开工厂的时候，是不是就等同于把有钱人的钱转移到给了美国的民众呢？因为这个就给了美国人带来就业的机会嘛。这呢就是分田地。我之所以会这么觉得呢，并不是说我在黑川普啊，我自己呢也是做生意投资的。我很早之前呢就看他的书，看他的节目，也很欣赏他。只是说他现在这一刻呢，也是迫不得已的。你看这图吗？是美国财政部账号的余额，也就是美国管钱的那个部门口袋里面有多少钱。这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做生意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现金流嘛，也就是手上的钱够不够花。比如说今天你有一套价值1000万的房子，然后你的房贷呢是500万，看上去呢你的资产的价值比你的负债高啊，没什么问题。但如果说你手上没有现金去还每个月的房贷，那么银行就会把你家的房子拿去贱卖，因为银行呢它只需要把借给你的500万收回去就行了。所以说1000万的房子，银行呢它拿去卖600万也是 OK 的。也因为这样，你手上呢就必须要持有一部分的现金来维持你房贷的这个开支，防止你会断供。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储备的流动资金。而这一笔钱呢是不是越少越好呢？比如说如果你每个月要100万才能维持你现在的生活，但是你只赚50万，甚至说你只是刚好赚到100万，那你的压力大不大呢？同理啊，美国财政部的手上呢也必须要有一笔流动现金的，这样才能维持整个美国政府的运作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川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，这需要留在手上的现金是3500亿，其实对比之前呢就已经涨了很多了。不过那时候呢，川普弄了一个中美贸易战，给你这个中国搞制裁、交关税，搞了不少钱回来。所以2017年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一笔需要储备的流动资金就减少了。但是到现在他重新上台的时候呢，这一笔钱就飙到了8000亿美金。也就是说，川普要维持美国政府的运作呢，比4年前的难度翻了1倍多。那上一次只有制裁这中国，而这一次他上台之前呢就讲了，他要孤立全世界，而他说要给全世界交关税，那一定就只是一个开胃菜嘛。你想啊，如果让全世界的企业都搬到美国，这里面能赚多少钱呢？你是不是要去租地皮，要去盖工厂，要去请员工等等？哪怕我美国说给你补贴，让你把本地的员工带过来美国，那这些人才移民了之后呢，他们在美国结婚生子，安居乐业，这样就等同于绑定了他们嘛。他们虽然呢在美国赚到钱，但是长期来说，他们都要在美国花钱的。而你国家呢，人才流逝，职位呢也变少了，经济呢能好吗？所以这就是未来这4年我们要有的心理准备。简单来说，今天你们都说美国的制造业不行嘛，
那我就让你们全世界行的那些地方，把你的人才、技术、职位都搬过来我们美国。你来的话，我就给你补贴；你不来，我就制裁你。但是我给你的补贴呢，可能只是1年、2年，而你来了之后呢，你就要一辈子在我们这边花钱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真的不是你努不努力的问题，而是因为很多人永远只能被别人无形的操控，而自己呢也不知道。而现在你知道了，如果说我们还继续的去装睡，不去把这个主动权拿回来，那我呢就只能用我的意念去祝福你了。而要把这主动权拿回来呢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跟随着趋势，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要有系统。我们不去赚主动的钱，而是去让这个系统、让规则、让金钱自动的帮我们去赚钱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只会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一个趋势里面去做投资，然后在我们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。而且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嘛，但是我看见乌云了，所以我不但有60-70%的概率知道会下雨，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，我赚就赚走你100块。但如果那30-40%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，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给你。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，但实际上呢，我却是在做投资，能听懂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的方法，接下来呢，我送你一份福利，只要你是我的粉丝，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。然后川普要做的第3件事呢，就是去解除美国债务危机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国欠了全世界很多钱嘛。25年的时候呢，美国之前欠下了很大一笔债，就需要去还了。那怎么还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引发通膨。就是今天你手上有100块，通膨个10%，你这100块是不是就好像贬值到90块一样？那换过来，我欠你100块，通膨了10%，所以我实际上是不是就好像只需要还给你90块一样？所以川普要做了，他自己也说了，就是降息、放水、印钱。但是这样的话，美元就会出现大贬值啊，这样谁还会借钱给美国呢？谁还会继续用美元呢？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川普上台美元会不值钱的事情。那么你知道，我知道，难道川普他不知道吗？人家当上美国的老大，那他的思想啊就是最牛的，不要觉得你自己比川普聪明。所以川普他不但会去放水，放水之后他又会让这个美元重新升值了，也就是说印钱之后美元变多了，贬值了，拿去还债，还完这个债了，美元还会重新的变值钱的。那怎么做呢？一直以来美国用的这个招式呢，都是让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，从而让美元去升值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今天我美元虽然贬值了，但是你全世界的货币如果贬值的更厉害，那美元呢就是升值的。比如说我用韩国为例，你原来 Samsung 手机呢卖$1000，那现在我给你这手机加20%的关税，所以你这手机呢就必须要卖$1200了。同时呢，以后你 Samsung 手机呢就只能用美国的零配件，而这个零配件呢就比其他国家贵20%，所以你 Samsung 手机在美国呢就必须要卖到$1300一部，你才能去赚钱了。那么苹果手机本来呢是卖$1200的，而现在呢还是卖$1200。所以当你现在想要去买手机的时候，你看到Samsung 涨了$300，可是苹果呢没有涨价，而且呢还比这个 Samsung 便宜，那大部分的人呢就会去买苹果了。也因为这样，原来韩国呢还能够从美国赚到钱，但是现在却只能不断的亏钱给美国了，所以韩国的经济呢就会下滑，经济下滑呢，货币就会贬值，然后当韩元贬值了之后呢，也就意味着 Samsung 要花更多的钱才能够买到美国的零配件，也就是说制造一部 Samsung 的手机的成本呢就会变贵了，这手机的价格呢也继续的变贵了。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韩国人，你以前只要工作1个月就可以买到一部 Samsung 了，而现在呢你就可能需要用1个半月，而你多工作半个月呢，你却并没有能够换来更好的生活的，只是说让你自己呢能够维持过去的一个水平。所以说货币贬值就带来了韩国国内的通货膨胀。而如果继续去讲的话呢，因为 Samsung 的业绩变差了，所以呢也可能会引发减薪水啊、裁员等等的问题。
那么后面别人买美国的东西呢，就都变贵了，而美国呢却能够便宜的买到韩国的东西。那美国的通胀呢，其实就神奇的转移到韩国了，这样呢就完成了韩国一次财富的收割。这能听懂吗？那以前川普搞制裁这些事情呢，就发生在这个中国，但是现在中国就习惯了，也有了应对的措施了。川普呢就开始把这一招用在全世界了。所以未来这几年了，很多人都要去接受自己工作更长的时间，但是收入却还要降低，还有这物价会越来越贵。所以听到这里呢，重点来了，这段时间我自己是怎么去布局的呢？如果说你一直有关注我的影片，你就会发现我从7月份开始，很多的影片都说自己把一部分的美金啊买了这个黄金。你看这图嘛，这个买入的箭头呢我都没有改过的，原因呢就不多说了，大概就是它突破了红色这一条很重的压力线，然后当时美元在贬值之类的，而我止损呢是设置在买入点下面3%左右，也就是说我亏呢最多只是亏3%嘛。那么几个月过后，在10月底的时候呢，黄金的价格在一天出现了大跌，而且它是碰到紫色上升通道的顶部，还伴随着比较大的一个成交量，可能这就是一个出货信号。那么我们就跟内部的补习班弟子说要卖出一半，而当川普当选的那天，金价呢直接是暴跌了，直接跌破了紫色上升通道的底部，代表了这个上升的趋势可能就要结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必须要立刻的止盈离场，因为已经触发到我们离场的那个机制。而这一次呢，我自己呢是没有加杠杆的，所以说利润大概是10%几左右。然后之后的那一天呢，很快出现反弹了，所以很多人就进场去抄底。然后很多人也会说，扫地僧你没有卖在最高点哦，就是说很多人呢的要求非常的高的，不但要卖在最高点，而且是不允许亏损的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我们只需要做到长期来说输少赢多，赢就赢100块，输就输1块。而当没有买入点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只能去观望。而到现在呢，黄金就继续跌了5%左右了。但是扫地僧，你刚才不是说川普上台美元就会贬值吗？然后黄金呢是美元的替代品，黄金不就会涨吗？那么请问川普上台了吗？他大放水，他大印钱的政策落地了吗？各位不要忘了，川普是赢了大选没错，但是距离他上台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。那么今天你是拜登，你是民主党，你会不会乖乖的坐在那边等交接啊？不会嘛，你会尽量用剩下的时间给这个川普挖坑，让他上台的时候去踩嘛。你要去为4年后的选举再去铺垫嘛。那么最直接的，你看到最近黄金暴跌，美元暴涨，如果川普上台印钱的时候，美元是不是就会瞬间的贬值啊？到那个时候，美元如果说从高位跌下来，就会很痛了。还有你可以看得到，拜登政府呢，他本来是想要吸引全世界去卖美股，然后去买美债了。因为如果说民主党继续当选的话，他就要去解决美债卖不出去的问题。但是现在他输了，那就不玩了，他就不用管有没有人买美债了，直接就把美债的价格都推倒了。现在美国降息了，但是美债利息反而更高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美债已经卖不出去了，这雷呢已经买好了，就看你川普到时候是拆了还是踩了。然后上一部影片也说了，我自己呢布局了比特币，细节呢你自己回去看吧。其实呢，我和弟子呢就是把黄金的钱转移到比特币，刚好呢是有一个无缝交接的，这呢就是有止盈和止损机制的好处。如果说黄金没有立马去卖出，那么现在我们的利润呢就要再少5%了，同时我们就缺少了可以加仓进去比特币的钱。所以很多人看到我可能有的时候快进快出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买入机制，也有卖出机制，我们只需要提前设定好买入价还有卖出价，只要价格到的那个位置，我们是自动的买入和卖出的。也因为这样，我们其实不需要去盯盘，我们去玩美股，我们不需要凌晨还坐在电脑面前的，而是说很安稳的去睡觉。但这呢扯得有点远了。我想要说的是，很多不是我们弟子的就会有这个迷思，也就是我想要说的另一笔交易。之前呢，我把一部分美元换成港币，然后去买了港股。很多人都说最近港股都在下跌啊，扫地僧你还好吗？但是我们弟子还有一直关注我的都会知道，我们不是什么股票都去买的。所以没错，港股之前呢暴涨了37%之后，现在又暴跌了13%左右了。
所以大部分的人呢，如果没有卖在最高的话，现在应该呢是不怎么赚钱，甚至是亏钱的。而这个图呢是我自己有买的港股，也就是小米。你可以看得到 B 的那个标志呢，这个就是我的买入点。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得到，这只股票它跟港股的大盘走势呢，好像是不一样的。港股不怎么涨或者是下跌的时候呢，小米呢居然是继续上涨，而且是我们常说的大涨小回的。虽然说它不是暴涨，但这却会让我们很放心的去持有。这就是赚钱最简单的股票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就一次的买入和一次的加仓，现在利润大概就是30-40%左右了。2个月左右来说呢，算是很不错了。而小米为什么可以逆势上涨呢？就是因为它属于领头羊股票，你可以理解为大牛股，领先大盘的一些股票。那么对于我来说，其实我对小米这家公司呢是不太了解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它的财报，也没有分析过它什么基本面之类的。我只是因为通过筛选条件，把无数只不符合我们条件的股票筛选走了，剩下为数不多的股票，我就把它放在观察名单上面。一旦出现我们最佳买入点，我们就会自动的买入。这个就是系统的重要性。很多人买股票呢，都是单纯的看感觉的，没有标准，没有条件。你这样在股票市场里面呢，几万只股票大海捞针的，不仅会浪费你的时间，而且你买到的都没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潜力的，甚至说很容易就出现一买就跌，一买呢就亏钱，就算后面涨上去了，但又很快跌回来的这种情况。所以选股呢，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而且是有规则、有系统去选的。详细的，如果说你还没有报名免费投资班的话，那么你就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，因为之前这个免费投资班就出现过爆满，然后无法去观看了。好了，现在川普上台了，股市瞬间暴涨，美债呢暴跌。我自己依然呢对美国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的，但不影响我们去短线投机这个美股，包括暴涨了40%的 Tesla。那么这里面到底蕴含着什么机会，还有什么危机呢？时间关系啊，只能在此结束。但是这一切，你预期会怎么样呢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，将会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，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的话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吧，拜。